一切都要从一战德国的战败说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普遍的共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就叫做外孙打外婆。德皇威廉二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属于欧洲的家族内讧。德国这种新兴国家发展壮大之后，就不可避免的想要争夺海外的殖民地、资源以及市场，却发现因为自己起步慢了，海外所有价值的地盘基本上都被先发展完成的国家占领了，尤其是英国。况且孤悬海外的英国历来奉行的都是欧洲军事政策，也就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所有的国家，大家发展的都大差不差，谁都不要太冒头。那现在德国发展成了欧洲大陆的老大，那很自然的，英国就要拉着欧洲大陆的老二法国一起来针对德国。况且这个德国、法国是世仇，所以早先的中国初中历史课本描述一战，称之为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当然现在不这么说了啊，意思就是一战各主要的参战国谁都不要说谁无辜，都不是什么好鸟，都没有什么正义可言，只不过你抢地盘有输有赢罢了。那德国打输了，自然就要接受战胜国的要求，割地，其中就包括了在德法之间几经易手的阿尔萨斯洛林。那这块地方自打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德皇的专属领地，现在呢要割让给法国，这对于德国人来说自然是奇耻大辱，但是这跟赔款比起来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凡尔赛合约的第8部分就明确的规定了详细的赔款数目，起初呢是要求赔偿2260亿金马克，后来削减为1320亿。注意啊，这里说的是金马克，可不是马克。那1320亿金马克折算下来相当于47311吨黄金。要知道这个地球上所有黄金的总量加在一起总共是271035吨，直到去年也就是2024年已经开采了216252吨，剩余的总量是54770吨。也就是说啊，要求德国赔偿整个地球上所有黄金总量的将近1/5，这是基本上不可能完成的合约。在这里顺带说一句，那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因为直到2010年10月3日，德国已经把这笔玩笑一般的天文数字的赔款全部赔付完毕。那对于这样的一纸合约，就连当时已经成立的共和国，就是魏玛德国，连他们的首脑都说这是不可能负担、无法完成的。那更何况普通的德国民众以及本来就不服气的军方。所以后来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当时还是陆军元帅的冯辛登堡，他就说，军事行动能否成功尚且存疑，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的战死沙场。这其实在当时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以至于后来希特勒得以上台，其实军方在暗地里是支持他的。只是你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真的可以从战场上赢得胜利，就不会被迫坐上谈判桌。最终在1919年6月28日，到了协约国给的最后通牒前的19分钟，德国代表还是在凡尔赛合约上签了字。从那天开始，德国就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大家庭，因为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既不接受凡尔赛合约，也不接受签订凡尔赛合约的魏玛政府，特别是军方，他们甚至从合约一签订开始，就在想方设法地规避凡尔赛合约里要求的种种军事限制。而且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1921年，德国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大幅贬值，对美元汇率从4比1一路跌到了7000比1。那之所以这样还仅仅称之为是大幅贬值，是因为后面还有巨幅贬值。在这种情况下，魏玛政府召会协约国商讨能否暂缓偿还赔款，但是遭到了法国的断然拒绝，并且法国出兵强占了鲁尔。鲁尔是德国的工业心脏，煤钢产量占全国总量的4/5。法国这样一来，就直接加速了德国经济的迅速崩溃。
德国马克开始了巨幅的贬值，对美元汇率从16万比到100万比到40亿比到数以万亿比，再往后就已经直接失去了统计的必要。所有德国人一夜之间忽然发现，他们手上原本可以买一栋楼的存款，现在连一张纸都买不到了，或者说他们手上的马克本身就已经变成了一堆废纸，而造成这一切的魏玛政府依旧在不停地印刷着这些废纸。一种强烈的恐慌和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而此时远在慕尼黑的希特勒敏锐地嗅到了这一变故，所以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所有人都在痛恨强占鲁尔的法国的时候，只有他反其道而行之，振臂高呼，不是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11月罪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想爬到更高，走到更远，就必须要走出慕尼黑，走出巴伐利亚。不过希特勒可能表现得有一点过于心急了。当时的巴伐利亚邦政府可以说是已经相当的激进了，对于魏玛中央政府下达给全国所有地区要求严查右翼势力的命令，巴伐利亚邦政府从来都是敷衍了事，甚至多次直接就明确地拒绝柏林方面的命令，比如拒绝逮捕巴伐利亚个别武装团体的头目。因为巴伐利亚当时的实际控制人有3个，邦长官卡尔、驻巴伐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奥托·冯·洛索夫以及警察局长汉斯·冯·塞塞尔，他们3个就都属于众多的德国人之一，就是那些既不接受凡尔赛合约，也不接受签订凡尔赛合约的魏玛中央政府。那就算是这样，希特勒也还是并不满意，所以在1923年10月8日晚上，纠集了纳粹冲锋队，借用前帝国将军鲁登道夫的名号，发动了著名的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在贝格伯劳凯勒啤酒馆里挟持了卡尔、洛索夫及塞塞尔，并且要求他们跟他一起发动政变。然后希特勒在啤酒馆的大厅里发表演说，宣称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巴伐利亚邦政府以及魏玛中央政府已经被推翻，全国性的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军队跟警察已经在纳粹的旗帜下向市中心挺进。对于希特勒的演说，很多人都是嗤之以鼻，但是也有相当的一部分人非常相信他的说辞。那鲁登道夫毕竟是前德意志帝国的将军，对于事情发展到如此境地，自然就不会再纵容下去，所以就自行释放了卡尔、洛索夫以及塞塞。那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以希特勒为首的一众纳粹党人被捕，一同被捕的还包括被盗用了名号的鲁登道夫。希特勒本人最终因叛国罪被审判，在所有被捕的人当中，鲁登道夫的名声最大，因为他毕竟是前德意志帝国的将军。但是很快，希特勒就让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德国的法律规定，但凡有人试图以武力改变德国的宪法，或者试图以武力改变德国任何一邦的宪法的人，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结果是，希特勒仅仅只被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实际上只关了几个月就被释放。他不仅没有让这次审判断送了他的前程，反而巧妙地利用了这次机会，把这次审判当做了他走出巴伐利亚的跳板。他巧妙地利用了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把审判席当做了演讲台。跟其他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否认罪行的人不同，希特勒高呼：是的，这就是我做的，而且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我就是反对现在的政府，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叛徒。这件事我一个人负全责，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在犯罪。如果我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去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这根本就不是叛国。整个审判的过程总共持续了24天，在此期间呢，希特勒借此机会毫无保留的大肆歌颂军队。他说当他得知逮捕他们的是警察而不是国防军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果然只有军人才是更加爱国的。他赞美国防军一如既往白璧无瑕，就如同鲁登道夫将军和他的士兵们都是一心为了祖国可以义无反顾的奋斗牺牲。因为军队热爱祖国，而背叛祖国的则恰恰就是魏玛政府的那些文官。希特勒以他的滔滔雄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在凡尔赛合约的阴影下，希特勒的此番发言毫无疑问地赢得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赞许，特别是本来就并不服气的军方。等到庭审结束，希特勒反败为胜，
他只被象征性的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实际上最终他只服刑了9个月就被释放。因为被希特勒滔滔雄辩所打动的不仅仅只有普通的德国人民，还有陪审的法官，他们甚至都觉得5年的刑期会不会判得有些过于重了，以至于主审法官不得不向陪审法官保证，他在6个月之后就可以假释。一瞬间，希特勒就变成了整个德国最著名的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变成了爱国的英雄，以至于让他在莱西河畔的兰德斯堡旧炮台监狱服刑的9个月期间，受到了贵宾的礼遇，住在可以欣赏窗外美丽风景的单人间里，还有源源不断的赠送礼物的访客。到后来，希特勒不得不自己主动跟监狱提出要求，送礼物可以，但是禁止探访，因为实在接待不过来。如果说他这是在服刑，倒不如说他这是在度假休养，所以也让他有时间让鲁道夫·赫斯代笔，自己口述了一本传记，名为《4年半以来面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等到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名字叫做《我的奋斗》。无论如何，当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不再是慕尼黑那个右翼政治小团体名不见经传的头目。尽管每年的10月8日晚上，哪怕2战已经爆发，他都要回到慕尼黑，回到贝格伯劳凯勒啤酒馆，纪念他们自己宣称的伟大而且传奇的运动。但毫无疑问，希特勒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慕尼黑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冲着柏林来了。Unterdrücken. Sie können uns meinetwegen töten, kapitulieren werden wir nicht.